据说只有在手机电量带4时才能刷到这部由温子仁监制、改编自恐怖大师斯蒂芬金同名小说的惊悚巨作《怪猴》。谁能想到一只普通的玩具猴子竟然能把整个小镇的人都整得花式死亡，让我一度认为这部片子就是《死神来了》和《死亡笔记》的猴子版本。友情提示，这部片子后劲太大，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保安小伙抱着一只玩具猴就冲进了当铺，那家伙一身血给当铺老板吓完了，当时还以为这货是来抢钱的呢，结果小伙张嘴就说，你赶紧把这猴收了，啥钱不钱的都无所谓，就是这玩意儿邪门的很。老板当时就乐了，心说你给我编故事抬价呢，一个破玩具猴还能杀人不成？他话音刚落，那只一动不动的怪猴突然就动了，手里的小鼓槌哐哐就敲上了，那小鼓的声音不大，但是听着人头皮发麻。那老板还没反应过来，旁边一只小老鼠咔嚓就把柜子上的绳子咬断了，下一秒鱼叉嗖的一下直接给老板穿了个透心凉，这机关就跟长了眼睛似的精准命中。更吓人的是，鱼叉收回去的时候直接把老板的九转大肠都拉出来100多米，给那保安吓得魂都飞了。那保安当时就疯了，回家抄起喷火枪对着这猴就火力全开，心说我把你烧了，看你还能不能祸害人。那火老大了，直接把猴烧得外焦里嫩，他以为这下总能解决掉这个祸害了吧，可万万没想到的是，怪猴不仅没被销毁，还来到了自己的2个儿子手里。画面一转，10几年过去了，保安的2儿子也长大了，哥哥叫比尔，弟弟叫哈尔，哥俩从小就不对付，哥哥总仗着自己大欺负弟弟，给弟弟气的，有时候真想把哥哥送走，但是毕竟是亲哥，哪能真下手啊，也就是嘴上过过嘴瘾。结果这天俩人在他爹的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木头盒子，打开一看，里面就装着这只怪猴，盒子后面还写着一行字，转动钥匙看看会发生啥。那哥哥好奇心上来了，也不管弟弟在旁边拦着，咔嚓就把钥匙拧了，下一秒那猴子就张开大嘴，露出一嘴黄牙，手里的鼓槌转了半天，结果啥动静没有。哥哥直接就烦了，说这破玩意儿是坏的吧，白瞎我这么激动了。弟弟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是也没多想，殊不知拧开钥匙的那一刻，厄运已经找上门了。转天他妈有事儿要出门，就让家里的保姆带着俩孩子出去玩，结果那怪猴不知道啥时候自己跑到车里去了，弟弟还以为是哥哥搞的恶作剧，也没当回事就跟着去了，心说这货又整啥幺蛾子。保姆带着俩孩子去吃铁板烧，那厨师一边做饭还一边跟保姆眉来眼去的，俩人正腻歪呢。此时车里的怪猴突然开始敲鼓了，那声音大的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弟弟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他总感觉不太舒服。结果下一秒，那厨师手一滑，保姆的脖子上就出现了一条红线。所有人都吓傻了，以为是意外，只是厨师不小心，只有弟弟心里清楚，这事儿似乎跟那个猴子有关，但是他不敢说啊，一个玩具猴杀人，这话说了谁信啊？后来他妈带着哥俩参加了保姆的葬礼，还安慰他俩说人总有一死，既然事儿都过去了，咱就别想了，不如跳舞。你别说，这娘仨心也是真大，回到家还就跳开了，心想忘了这事儿，毕竟日子还得过不是。这还没过2天，弟弟去学校，结果被哥哥请来的一群精神小妹儿给欺负了，这帮小崽子真挺损，把他裤子扒了不说，还往他身上抹了一身香蕉泥，给弟弟气的回家就炸了，合着我招谁惹谁了，平白无故挨顿欺负。他回到房间就看见那只怪猴坐在他床上，他当时就把火都撒在这猴身上了，对着猴子一个劲儿的咒骂，一心就想要哥哥去死。说完咔嚓就拧了钥匙，他以为这猴能听他的，把欺负他的哥哥带走，结果呢，这猴子根本就不听他的。这玩意儿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你许愿归你许愿，但我想杀谁你就管不着了。最后呢，他哥哥啥事没有，楼下他妈正做饭呢，突然七窍流血，嘎巴一下就倒地上了，连句话都没留下，自己亲妈就这么没了，就因为自己一时的气话把亲妈给害死了，这谁能顶得住啊？后来医生解释说，他妈是得了什么回旋动脉瘤爆裂死的，这病的发病概率是4000万分之一。弟弟当时就崩溃了，合着自己一时冲动把亲妈给害死了。他这时候才明白，这猴根本就不是什么许愿机，是个索命的恶鬼啊！但是他不敢跟别人说，后来没人管哥俩了，还是好心姑妈收养了他俩。弟弟晚上睡不着，越想越恨，于是就把那猴拿到地下室，拿起菜刀哐哐就给剁了。他本以为把这玩意儿剁碎了就没事了，那猴的胳膊断了之后，竟然流出了黑色的粘液，跟血似的，这可给弟弟吓完了，这玩意儿不是玩具吗？怎么还会流血？但是他也顾不上了，继续咔咔一顿砍，直到把猴剁成了碎块，扔垃圾桶里了。
他以为这下完事儿了，结果过了2天，他们一家人出去玩了2天，等回来之后，哥哥往窗外一看，直接吓尿了。那只怪猴竟然完好无损的直挺挺坐在窗台上，跟没事猴似的。兄弟俩当时就懵了，这可咋整啊？弟弟当时就跟哥哥说了，这猴是个邪物，会杀人。结果哥哥还是不信啊，说你净扯犊子，不信我拧给你看。说完咔嚓就拧了钥匙，他就想证明弟弟是瞎扯。结果呢，没过多久，消息就传过来了，姑父在外面野营的时候被64匹野马直接踩成了肉泥。你说那野营的地方哪来的野马啊？这时候哥哥终于信了，这猴真的会杀人，俩人这才慌了，这玩意儿留着早晚得把全家都祸害死啊，这可咋整啊？扔也扔不掉，砍也砍不死，烧也烧不死，这玩意儿是粘身上了。俩人合计了半天，最后想到个招，把这猴锁在铁箱子里扔到枯井里，那井深不见底，就算这猴能复活应该也出不来吧。俩人把箱子扔下去之后，终于松了口气，以为这下完事儿了。然而就在这天夜里，姑姑突然听到了奇怪的音乐，她以为家里进贼了。等到姑姑拿着武器来到地下室门口之时，音乐戛然而止。姑姑心想真理在手，天下我有，于是毫不畏惧地走了下去。在开灯发现并没有异常之后，她便准备返回继续睡觉。谁知下一秒，只见起身的姑姑脸上挂满了鱼钩，跌跌撞撞跑到卫生间，正准备上药时，却闻到了煤气味儿。他刚把脸凑近想仔细确认怎么回事时，煤气猛地燃起，将他的脑袋瞬间点燃。头上冒火的姑姑试图自救，慌忙朝外跑去，可在看不清路的情况下，他一脚又踏进了花盆之中，失去平衡之后，一头就撞上了指示牌。结果那天过后，还真就安稳了25年。这25年里啥事儿没有，俩人也长大了，慢慢也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因为母亲的死，兄弟俩也彻底闹掰了。哥哥觉得是弟弟害死了妈，弟弟这么多年也十分自责，俩人再也没联系过，各过各的。弟弟哈尔后来结了婚，生了个儿子叫皮特，但是他因为从小没了爹妈，根本不会跟人相处，没过多久就跟老婆离婚了，每周也只能看儿子1次。而这次他想带着皮特准备进行一次公路旅行，改善一下父子的关系，可谁知爷俩在一起更是没啥话可说，到了旅馆就早早休息了。结果这天晚上他就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被那只猴子一把扔进了枯井里，紧接着那猴子举起菜刀对着他就咔咔的砍，吓得他直接就醒了。他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肯定要出事儿，难道这猴子又回来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一个电话就打过来了，原来是他哥哥比尔，10多年没联系了，一开口就告诉他姑妈死了，而且死得特别邪门。哈尔当时就懵了，姑妈好好的咋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种死法是不是跟当年那猴杀人的路子一模一样？离奇又巧合，就跟有人安排好了似的。哈尔当时还不信，说姑妈就是年纪大了的意外。结果他刚挂了电话，就看见隔壁的美女邻居准备在泳池里游泳。哈尔当场就吓尿了，我的天啊，这也太突然了！哈尔瞬间就明白了，是那猴子回来了。他赶紧叫醒儿子皮特，连夜就往姑妈家赶。他必须得赶紧把那猴找到，不然还得死人。这玩意儿一天至少死一个，再这么下去，整个小镇都得被他霍霍没了。俩人开着车连夜往回赶。俩人到了姑妈家，结果碰到了一个卖房的中介，叫八姐。这姐们嘴可碎了，巴巴说个没完，说这房子多好多好。要不是皮特呛了一下，他能把姑妈说活过来，给哈尔烦得不行，赶紧打断他。后来八姐跟他俩说，自从姑妈死了之后，这小镇可就邪门了，天天有人死，周一姑妈没的，周二割草的邻居直接被割草机搅成了肥料，那割草机直接把人给搅进去了，连个渣都没剩下。周三另一个邻居被咖啡机的开水直接烫死了，那热水器突然炸了，开水直接喷他脸上，给活活烫死了。周四一个打高尔夫的被球洞里钻出来的毒蛇直接咬死了，就今天还没开张，这一天死一个。这猴子是按点上班呢，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打卡，周末休息，这也太准时了吧。给哈尔听的后脊梁骨冒凉风，他赶紧让八姐带他找找看那猴在哪儿。于是八姐就去找钥匙，哈尔就问他拍卖遗物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只玩具猴。八姐说那么多东西哪儿记得啊，就记得那玩意儿卖了好几千美金呢，当时还有人抢着买。结果八姐找到钥匙，咔嚓就把柜门打开了，结果下一秒柜子里竟然有个猎枪机关，直接就给八姐轰成了渣渣灰，连个全尸都没留下。
哈尔第一个想法就是这机关是比尔装的吧，他想杀我，结果误杀了八姐。哈尔当时就懵了，他这老哥是真的疯了。这一下警察就来了，问了半天排除了哈尔杀人的可能，但是说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小镇。哈尔当时就懵了，合着我还走不了了，镇子里发生了这么多的惨案，但门口竟然还来了一群啦啦队搁那欢呼呢，真不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后来哈尔翻姑妈电话本，终于找到了哥哥的电话，打过去，结果哥哥说没杀死你，真遗憾啊。哈尔当时就明白了，合着这一切都是哥哥干的，这小镇上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全是他搞的。原来啊，当年兄弟俩把猴扔到枯井之后，哥哥又偷偷回去找了，他想找到那猴，杀了弟弟给母亲报仇，因为他知道母亲是弟弟拧了钥匙害死的，他这一辈子就想着给母亲报仇。结果他到了井底，猴没了，就剩个钥匙，他这一等就是25年，直到前段时间他终于感应到那猴子回来了，就去当铺把那猴子给买回来了。他当时都快哭了，终于找到这玩意儿了，终于能报仇了。买回来之后他就天天拧钥匙，想杀了弟弟给妈报仇，结果呢，那猴根本不听他的，杀的全是无辜的人，八姐啊，邻居啊，那个打高尔夫的全是被他害死的。他越杀不死弟弟，他就越疯，越拧钥匙，结果死的人就越多。他还跟哈尔说，你要是不过来，我就继续拧，直到把你弄死为止，甚至还说让你儿子皮特来拧钥匙，把诅咒转移给他。你听听，这还是人吗？为了报仇，连自己的亲人都能牺牲，这老哥是彻底疯了啊！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啥都不管了，只要能杀了弟弟，啥都能干出来。哈尔当时就怒了，合着你为了报仇，连无辜的人都杀。行，你等着，咱就好好做个了断，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把我弄死。他刚要出门，结果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个警察，结果那警察竟然是假的，是之前买了猴子的那个长发男。原来他之前把猴子卖给了哥哥，后来发现这猴竟然会杀人，于是反悔了，就想要回来，但是哥哥肯定不退，他就疯了，想拿哈尔父子当人质，逼哥哥把猴给他。那长发男拿着枪逼着哈尔去找他哥哥，哈尔没办法，只能听他的，带着他去哥哥的藏身地。到了地方，那长发男还逼着皮特从狗洞钻进去，把猴子拿出来。哈尔没办法，只能让儿子进去。临走前他千叮万嘱，不管怎么样千万别拧那猴的钥匙。哈尔当时心都提到嗓子眼了，皮特就钻进去了。结果他哥为了防人，在房子里装了一堆机关，斧头啊，陷阱啊，啥都有。还好皮特这孩子机灵，全部都躲过去了。皮特进去之后，就看见他叔叔对着那猴碎碎念，说要惩罚有罪的人，必须杀了哈尔，给母亲报仇。看见皮特进来，他就蛊惑皮特，让他拧了钥匙，你爸就安全了，这就是咱家族的使命。皮特还是太年轻了，他还以为这猴子是祖传的宝贝呢，转头就忘了他爸的警告，咔嚓就把钥匙拧了。那猴当时就张开嘴，鼓槌又转起来了。比尔当时就乐了，心想这次他弟弟肯定必死无疑。与此同时，树上的马蜂窝眼瞅就要掉下来了，而那个二货长发男正用枪挠脑袋呢，结果突然枪就走火了，擦着他的头皮直接就打穿了挡风玻璃，关键是还把马蜂窝给打漏了。结果下一秒上万只马蜂嗡的一下就冲出来了，那马蜂跟疯了似的直接就冲进车里。奇怪的是，这马蜂只对着那长发男蛰，给那长发男蛰的嗷嗷叫，没一会儿就被马蜂掏空了。哈尔却啥事没有，合着这猴又随机杀了个无辜的人，这也太倒霉了吧。比尔一看弟弟又没死，当时就疯了，一把抢过猴，一巴掌就把皮特扇飞出去好几米，直接撞墙上了。然后他就疯狂的拧钥匙，一心想把弟弟弄死。结果那猴子可不干了，我杀人就是随心所欲，你什么档次敢强迫我，直接就把比尔甩飞了。下一秒那猴子开始自己哐哐哐的敲鼓，越敲越快，都敲出残影了，跟疯了似的。兄弟俩当时都懵了，这玩意儿要干啥啊？结果听见外面轰隆隆的声音震耳欲聋，顺着窗户一看，一架飞机直接被干下来了，尸体跟下雨似的往下掉，那场面跟世界末日差不多。我的天啊，这次怪猴直接放了大招，瞬间带走了几百条人命。比尔当时也懵了，他万万没想到这猴子疯起来怎么这么狠，这时候才明白自己闯大祸了。危急时刻，哈尔冲进来了，对着比尔破口大骂 That's what all this carnage was for. Could have killed Petey, could have killed my fucking son. For what? Why? Because you killed my mom. 在哈尔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劝说下，比尔终于听进去了。这么多年的仇恨，这么多年的自责，在这一刻也终于解开了。结果就在哈尔把比尔拉起来的时候，那猴子的最后一下鼓才算敲完了。之前比尔装的那个机关这时突然就触发了，咔嚓一下，直接就把比尔的脑袋给轰飞了。
哈尔眼看此地不宜久留，赶紧带着儿子还有那只猴子开车就跑了。一路上他看见小镇上全是死人，全是被那猴害死的无辜的人，他心里难受的不行。这些人都是因为他俩的恩怨死的。皮特就问他这猴咋办。哈尔说现在咱们只能自己带着贴身看管，不能让任何人碰他的钥匙，这就是咱们家族的命，咱们的责任。结果俩人开车到了十字路口，突然就看见一个老头骑着白马，浑身冒着黑烟，从他俩面前过去了。原来这老头就是传说中的天启4骑士里的死亡骑士，合着这个怪猴造的孽，逼得死神都出来干活了。那老头看了哈尔一眼，那意思好像是说你可别再给我惹麻烦了，不然下次我就来收你。哈尔一看就知道啥意思了，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谁知他俩刚走，后面就过来一辆闯红灯的大巴，上面全是啦啦队员，还在欢呼呢。结果下一秒，看到最后我发现其实这片子看着是恐怖片，其实讲的是人心。弟弟因为自责差点毁了自己，哥哥因为仇恨差点毁了整个小镇，那只猴子其实就是我们心里的恶念。你要是被仇恨和自责困住，就会像那只猴一样到处祸害人，最后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只有放下过去，学会和解，才能真正解脱，不然永远逃不出这个诅咒。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听雨，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